没有比假装一切都很好更危险的事了。而中国决策层现在正拼尽全力维持这种幻觉。5月份，中国 CPI 同比下降 0.1%，PPI 同比下降 3.3%， 这是连续第4个月的通缩。消费低迷，物价下跌，并不是因为老百姓变聪明了，而是因为大家口袋里真的没钱了。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西路恒隆广场，3年前每平方米租金是15元，现在只剩下 6.5 元，直接砍成一半还多。在中国，最顶级的商圈也开始跳水，这就像一座金碧辉煌的豪宅，墙面还闪着金光，地板却早就被掏空。有财经人士直接警告，中国的通缩正在加剧的路上。他举了一个细思极恐的例子：北京转机到英国，经济舱机票只要2500元人民币，还包住宿和早餐。航空公司在清仓，背后反映的是消费已死，信心全无。人们不是不想花钱，是根本不敢花。当中国的 GDP 增长数据看起来还体面，其背后的真实经济却已经空心化了。国家统计局用漂亮数字掩盖现实，但经济的尸味已经越来越重。2025年，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场全面性的慢性死亡。根据4月官方数据，中国工业企业中有164467家亏损，占比高达 32%。其中许多企业早该倒闭，却靠政府补贴、银行输血继续活着。这不是企业，是僵尸。他们不会赚钱，不创造价值，却耗尽资源，拉垮经济。更恐怖的是，这种僵尸不但不会被清理，反而被用来营造一种稳定的假象。专家说得很直白，有关部门不是在救经济，而是在维稳。决策层不敢让这些企业倒闭，因为一旦倒闭，失业潮会瞬间引爆，整个社会就会炸锅。这不是经济问题，这是政治炸弹。为了不让炸弹爆炸，决策层宁愿制造经济幻觉，宁要稳定的幻觉，也不要市场的真相。这是当前经济治理的核心逻辑。专家指出，维持这些僵尸企业，目的不是重振经济，而是维持就业，稳定社会情绪，控制政治风险。哪怕这些企业不挣钱，没有订单，也必须活着。结果是什么？真正有效率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被边缘化，无效率的僵尸却获得补贴与贷款。市场变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战场。原本能靠创新发展的企业，被逼着跟僵尸拼价格、拼成本，拼到最后一无所有。而消费者也没好到哪去，工资不涨，价格下跌，没人敢消费。这正是通缩的典型循环，需求疲软，企业降价，收入减少，继续缩减开支，更严重的需求疲软。专家一针见血，僵尸企业接单不计成本，导致价格下跌，工资下压，消费萎缩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所见的繁荣很可能只是尸体上的一层粉。2025年的中国已经不是房价跌了，股市跌了这么简单，而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底层逻辑已经出问题。房市崩盘后，原本撑起中国财政的土地经济垮塌了，地方债务暴雷，融资平台失血，政府部门开始自保。那就是一边继续给看起来还活着的企业输血，一边砍掉最容易被牺牲的普通人利益。而这场大衰退还在继续扩散。从房地产到制造业，整整2代中国人最熟悉的产业正在一起塌方。还记得前几年的工业奇迹吗？比如钢铁、建材、玩具、家具、服装出口，那些撑起上亿农民工生计的产业，现在正在变成死亡地带。据报道，中国最惨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家具、玩具等行业亏损面最大。这些企业大多数是民营的、小型的，不像国企那样有国家输血，
但他们雇佣的却是最多的工人，最弱势的群体。也就是说，一旦他们倒下，受伤最重的是最底层的打工人。而打工人不再打工了，选择回老家，选择摆烂，选择啃老，选择阳了也不买药。不是不想努力，而是努力没有结果。连工资这个最基本的经济指标，现在都不敢公布了。中国最大的线上招聘平台悄悄停止了发布工资数据。过去10年，这个平台一直是研究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窗口。为什么现在关闭？很简单，怕真相暴露。怕被发现2025年的打工人工资已经倒退到了10年前，而物价却早已超越过去。怕被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工作不但收入少，没有五险一金，而且还要面对996，随时裁员，居住成本高企的地狱开局。一个国家最深的绝望，不是没有出路，而是假装还有出路。中国政府正用补贴、贷款、减税给僵尸企业续命，而这些企业本质上是掏空财政的黑洞。经济学者指出，政府补贴和银行贷款对这些企业来说是打水漂。没有订单的企业，再怎么补贴也活不下去。高层并非不懂经济规律，但他们选择忽视，只为了维持政治稳定。稳定压倒一切，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所有政策的指导思想。问题是，可以靠意志压制市场一时，但压不住经济的自然法则。继续给没有效益的企业输血，不但不能带动经济复苏，反而会进一步压榨活着的优质企业，让整个市场进入一场系统性休克。更可怕的是，地方政府成了僵尸产业的保护伞。在高度分权又分立的体制下，中央想削减无效产能，地方却拼命保企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企业虽然亏损，却仍然带来税收、就业、GDP 和政绩。地方官员不是企业家，他们关心的不是市场，而是升官。于是，他们和银行联手，为本地明星企业提供特殊贷款，为战略项目设立财政专项基金，为早就该退出市场的僵尸企业续命。这些企业越活，地方债就越重，越难清偿，最后连地方政府自己都成了债务僵尸。据2024年官方统计，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规模已超过80万亿元人民币，2025年继续攀升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全国 GDP 的60%以上。这就像一个人年收入30万，却欠了20万信用卡债，利息每天在烧，还非得开着宝马撑门面。假象之下是濒死。幻觉制造久了，连外资都看穿了稳定骗局。2024年，中国 FDI 外商直接投资首次出现年度净流出。2025年初，中国香港、上海、深圳等地的美资、德资、日资银行大规模裁员，关闭分行。花旗银行撤出中国，裁员3500人，消息一出，引发舆论震动。外资撤离的原因，简单的可怕，看不懂，也不想赌了。看不懂经济政策，也看不懂怎么一家不盈利的公司还能天天拿补贴。更重要的是，明白所谓的稳定只是表面现象，背后是高压监管、不确定性爆棚，民企被打压，市场空间被国企挤压。所以能跑的赶紧跑，不能跑的止损收缩。民营企业和中产阶级正在沉没成本中崩溃。为了稳定表面繁荣，政府优先照顾国企、僵尸企业，而民企被迫在夹缝中求生。专家指出，高效的企业无法扩张，无效的企业霸占市场。这句话背后的现实是，民营企业成了经济防火墙，首当其冲，承受压缩、减税、停贷。没有资源，没人脉，没保护伞，只能靠自身苦撑。而当整个大环境内卷严重，订单枯竭，消费低迷，只能选择裁员、降薪，甚至关门，
而这些民企正是中产阶级的主要来源。最终的结果是，原本月入2万的白领，现在降薪到8000还不敢辞职；原本接外贸订单的小老板，现在干脆关厂去送外卖；原本靠租金生活的中产，眼睁睁看着商铺没人租，房价暴跌，却还要还银行的贷款利息。中产不是死于穷，而是死于信心的破灭。中国经济不是在萎缩，而是在塌陷。这不是周期性问题，而是结构性崩坏。产业结构出了问题，产能过剩，创新不足，技术瓶颈；人口结构出了问题，老龄化严重，出生率暴跌，年轻人失业飙升；金融结构出了问题，地方债高企，房贷违约激增，银行风险集中。但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治结构出了问题。面对经济衰退，依然选择控制、垄断、灌水、假象，不愿放手让市场起决定作用。于是出现了房子没人买，房企却不让破产，企业没订单，政府却继续补贴，老百姓没钱消费， CPI 还继续下滑，年轻人失业严重，国家却不统计家里蹲。这场通缩不只是数字下滑，更是整个社会情绪的坍塌。价格下跌意味着企业赚不到钱，企业赚不到钱就不雇人，不涨工资，没工资就没有消费，没消费企业更亏。这是一个死循环，一个可怕的经济黑洞。专家说的直接，中国正在进入真正的死循环。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一个冰冷现实。而维持幻觉是这个国家正在付出的最昂贵代价。最后，幻觉终将破裂，而代价将由每一个普通人承担。当不敢让企业倒闭，那就注定要牺牲市场活力；当只想保表面数据，那就注定让实质经济继续恶化；当政策只围绕政治稳定转时，经济的未来就注定黑暗。或许还在工作，但薪资增长停止了；或许还在消费，但已经开始斤斤计较；或许还在撑着，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幻觉可以遮住眼睛，但遮不住生活的痛感。而真正的危机不是暴雷那天，而是当一切都陷入麻木时，没人再发出声音。